却又惊雷起。长夜落日山河灼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每次想起你，依稀枕边耳语；每次见到你，铁马几个监狱。荡气回肠千山外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，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。唱歌一曲。是这条路吗？这是小路，就在前面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哎呦，嘿，薛侯爷，是您老人家呀！快请进。走。这次一定要上来一个万全之策，要斩草除根。我弟练来无恙，多承众位哥哥记挂，小弟感激之至。来坐下，坐。坐。哎呀，五弟呀，20年之前的约定，你还
还记得吗？啊，记得。当时我们在龙王庙中歃血为誓，各享富贵，再不见面呢。不错，无敌啊！别怪哥哥，行格事尽，我们几个是不得不来呀。是啊，刚刚我听四哥说过了，大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是谁杀了六弟？啊？刺史大人，卑职武平县令林永忠叩见刺史大人。林县令，请起，快请起。卑职不知大人驾到，勿言迎雅，望大人恕卑职不公之罪。是本州来的唐突，怎能怪罪林县令？不必多礼了。谢大人。刺史大人银夜驾临卑职治所，不知有何训教啊？林县令，你这武平县中有一位姓狄的老先生，你可知道他住在哪里？姓狄？此人身材魁梧，极有威严。哦，大人，我知道这位老先生，今天我们还在一起。哦，太好了，你立刻引我前去。怎么，大人要见他？正是。哦，大人乃封疆之臣，怎能劳动？这样吧，便由卑职前去，将那位老人家请到县衙相见便是了。啊，不可，本州定要亲自前去。老爷，您叫我。哦，李春呐，600里加急送往神都，面交张柬之大人，请他速呈皇帝。是，我马上动身。好啊，记住，要快去快回。老爷放心。小姐，还有什么吩咐？哦，对了，你将我的衣物多拿一些给锦娘。她缺什么，你立刻告诉我，一定要照顾好她。你去吧。是。请进。锦娘，如燕姐，锦娘，怎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？睡不着。是不是住这房子不太习惯？由小到大，我从没有一个人住过这么大的屋子。那要不要我来陪你？不用了。需要什么就叫我，我就住在你旁边啊。如燕姐，你真好。好了，小美人儿，不说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走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又不是要到哪儿去，还用得着你送？休息吧。叔父。哦叔父，如燕呐，锦娘安顿好了吗？我将她安排在后边的东厢房了，离我近一点。她刚刚失去亲人，无依无靠，孤苦伶仃，可怜呐。
一定要照顾好他啊。您就放心吧。叔父，您发现没有，锦娘这孩子似乎有些奇怪。哦，她小小年纪，却总是显得心事重重，好像心里藏了什么事情。而且，你想说什么？也许是我多虑了。哎，但说无妨啊。据锦娘所说，昨夜平南侯薛青林要对其强行非礼，他抵死不从，这才逃出平南侯府，回到家中。叔父请想，平南侯薛青林是何等的强雄霸道，手下恶奴更是如狼似虎。试问，锦娘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孩子，怎么能够逃出这些恶贼的魔掌？此事颇有些不可思议。好啊，如燕，真没有想到你对事情竟能有如此细致的判断和分析。看来这1年多你的长进不小啊！叔父，您早就想到了是吧？是啊，你进门之前，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，这不过是诸多疑问中的一个。您是说还有其他的？刚刚你的问题提得好啊，这样，我也给你提个问题。叔父请讲。我们姑且这样说，锦娘是由于一个侥幸的原因，这才能够逃出薛青林和恶奴们的魔掌。那么，在她逃出平南侯府以后，第一个选择会是奔向哪里呢？第一个选择？我换一种问法，如果你是锦娘，侥幸逃出侯府以后会去哪儿呢？不要思考，说你直接的想法。我会跑到深山里藏起来，让侯府的人找不到我，等事情平静了再回家。非常正确，这就是第一选择。可是锦娘呢？她选择了逃回家中。是啊，据她所说，自己逃离侯府以后，便直接回到了小蒲村的家中。正是。这难道不是一种最不合理的举动吗？如燕，我再给你提个问题，还要你直接的想法。如果你是薛青林手下的恶奴，奉命去抓捕锦娘，第一个要去的地方会是哪里？当然是到锦娘家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并不知锦娘逃到了哪里，所以只能先到她的家中，守住其家，挟持其父。一旦锦娘露面，即行抓捕。非常好。这一带一长，就是逃亡之人和抓捕之人截然不同的想法。因此，逃亡之人的第一选择绝不是回家，而是像你刚刚所说的那样，先找个地方藏匿起来，等风头过后再偷偷潜回探望。不错。再有，逃回家中不但自己无法脱身，还会为老妇带来无穷的灾祸。我想锦娘绝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。那么她为什么要做此有悖常理之事呢？这一点确实很奇怪。此其怪一也。其二，据她所说，当天夜里恶奴们便追到她的家中，将她强行抓走，是这样吗？正是。那么这里边便产生了2个疑问。第一，便是你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，他是怎样第2次从恶奴们手中逃脱的？如果说他逃出侯府是侥幸所致，那么这第2次逃走就绝不可能再是侥幸。不错。第2，他所说的从时间到空间上都有差距。今天我们在江边救人已是4时左右，如果说锦娘是夜里逃脱了恶奴们的掌握，怎么会在第2天4时才跑到江边？如此算来，她岂不是跑了3、4个时辰？
武平是个临江的县城，从小蒲村到江边，步行连半个时辰都用不了。他怎么会跑了这么长的时间呢？而且不要说人，就是马，如此连续的奔跑也会累垮的。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。如燕啊，你说的很对，金娘这个小丫头不简单呐，她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什么秘密。大人，您看谁来了？哦，哎呀，原来是你们呐！老先生，温大人，如燕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学生温开叩见先生。一别半年，先生身体轻健，是开之幸，江州之幸。好了好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啊！贤妻呀，你怎么有空到武平来探望老夫啊？先生学究天人，学生此行一来是探望先生，二来是有事求教。哦，这位林县令就不需学生介绍了。我和永忠那是忘年之交啊！今日我二人便联手杀了杀那奸侯薛青林的嚣张气焰啊！是。实不相瞒，武平县令黄文岳与平南侯薛青林沆瀣一气，为害一方。此事学生早有耳闻，学生也曾多次向吏部奏呈，然均如泥牛入海。此次黄文岳卸任，候补县令中竟然没有一个愿意前来武平任职。确实为何？一来因武平地处偏僻，二来平南侯薛青林凶狠强横，大家心有所忌。只有这位林县令胆色过人，他本为归绥县令，却宁愿放弃富庶之地，前来武平整治吏治民生，实为可敬啊。庸忠者忠正耿直，嫉恶如仇，实为关中上品呐！文开啊，我为你江州还有这样的官吏感到自豪，更感到欣慰呀！老人家谬赞，永忠愧不敢当。林县令，先生平时极少许人，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你的最大鼓励了。永忠惭愧。林县令，有些事我要和先生单独谈谈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远方如燕啊，替我送送林县令啊！林县令，请。贤妻啊，我们二堂叙话。是。袁方兄，狄老先生究竟是什么人呢？怎么连堂堂刺史大人都要跪他？林县令，待时候到了，先生会亲口告诉你的。哎呀，实不相瞒，你们几位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难琢磨的人了。请。文开啊，刚刚你说有事求教，什么事啊？阁老，江州管驿发生了一宗命案，蹊跷诡异，毫无头绪。江州管驿，那定然与卸任的官员有关系喽。先生，您真是神了，一开口就猜了个8、9不离10。不错，死者正是一位离任的县令，此人我们刚刚还说起了，就是武平县令黄文岳。是他。
切照今夜之计行事。那就这样了，全靠武帝了。好，那我就告辞了。请大家小心，散了吧。走走。你是说黄文月的后脑被重物击碎？正是，全身只有这一处伤痕，想是他夺门而逃，被凶手用重物击中后脑而亡。还有什么发现？义成说，晚上曾经有一个穿黑斗篷的人前来找他，但是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脸。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什么发现吗？这是在黄文月的随身行当中发现的一张银票，票据是江州城中最大的紫云银号开出的。50万两，数目惊人呐！一个小小的县令，在任期之内竟然狂敛50万金，吴平百姓的生计之艰，由此可知啊。以卑职想来，这定然是黄文月伙同薛青林搜刮的民脂民膏。这等赃官真是死有余辜。薛青林权势熏天，更有皇帝和朝中的大佬们撑腰，因此地方官吏趋炎附势，助纣为虐，掠夺民生，中饱私囊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文开啊，这个黄文月平时有没有仇家呀？黄文月做了10年武平县令，与平南侯薛青林狼狈为奸，巧取豪夺，搅扰地方。以卑职想来，仇家定然是有的。然而究竟是谁，为了什么样的动机做下此案，却是无从寻找端倪。薛青林，阁老，您想到了什么？黄文月与薛青林的关系如此密切，也许从薛青林的身上可以找到一些端倪。文开啊，这个黄文月是什么出身呢？近几日卑职查看了黄文月的所有官档，此人并非进士出身，为武平县令之前，吏部也没有任何记录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是20年前黄国公李矮谋逆案后，由一介布衣执着为7品县令的。黄国公案，正是。阁老，这与黄文月的死有关系吗？现在还不好说呀，但是以我多年断案的经验来判断，此案定然不简单呐。
叔父，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嘘。如叶，去看看。如燕姐，你怎么起这么早啊？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看看，到底出什么事了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今天早上起来，我到花园玩，不小心撞到了太湖石上，哎呀，真倒霉。是撞的？是啊。锦娘，你的身上怎么这么脏啊？刚才摔的呗。哦，以后小心点儿。如燕姐，你怎么起这么早啊？心里有事，睡不着。我也睡不着。好了，我让人再给你送2套衣服来吧。哎。叔父，叔父，如燕，怎么样？非常奇怪，他的脸颊和颈下有2处淤血，据他所说是撞在了太湖石上，但我看不像，那是被重击打所致。哦，还有他的脸上和身上都沾满尘土，不知道是做什么去了。这个小丫头有些意思，我想她逃出侯府，定然还有别的原因。我也这么想。哎，你这个当姐姐的可要好好照顾啊！您就放心吧。记住，千万不要惊扰她。现在一切都是悬疑，还没有到收网的时候。我明白。阁老，阁老，如燕姑娘。温大人，叔父，那我先去了。好。阁老，怎么样？刺史大人昨晚休息的可好啊？多谢阁老，李将军安排的非常周到。自江州一别，你我也有半年未曾相见了。是啊，蛇令案后，卑职又迁江州刺史，与您天各一方。闲暇之时，追思在柳州和大凉山时的情景，心中甚为怀念。所幸者天降奇事，您竟奉圣谕到江州休养，使开能够再次聆听阁老的教诲，实在是幸甚至哉啊！哎，我哪有什么教诲给你，不过是往日的一些经验，唠唠叨叨的说个不停，只怕日后你还嫌烦呢。卑职岂敢？您的话句句金石，使温开得意非浅。此次黄文月案，卑职特来求教，想起能够再次见到阁老，心中倍感欣喜。这一次我一定要多住几日，还望阁老能够不吝接纳呀。好啊，你刺史大人能够光降寒舍，我这山野之人岂有不纳之理呀？而且我在武平的一切用度都由你刺史府供出，你可是我的衣食父母啊！你尽管住下，不必匆忙。我想黄文月这件案子绝不会是单绝孤立，一定还有下文。阁老的意思是，黄文月与薛青林过从甚密，他死在了江州，无独有偶，这几天侯府也热闹得紧，这其中恐怕
不会没有关联呐。坐驾。县令大人，有急事面见刺史大人。刺史大人，刺史大人，刺史大人，狄老先生，昨夜城中平阳客栈发生一宗命案，死者身份不明，但据店小二说，死者是从江州来的。卑职率人勘察现场啊，在死者身上找到了这个。这是刺史府的出入令牌啊！大人，卑职以为死者有可能是江州刺史府的工人。您看，您和老先生是不是过去看一看？先生，葛斌，怎么？你认识这个人？此人便是江州司马葛斌啊！他是司马大人。我说这死者怎么会有府衙的出入令牌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葛斌怎么会在武平？江州司马，官至4品，可以说是封疆大吏，竟会死在这小小的客栈之中。这内中的缘由，耐人寻味啊。是啊，他是被钝器击中后脑而亡，与黄文月一模一样。哦，是的，死者后脑被重物击碎，连伤口的形状都是一致的。文开、永忠啊，你们去把昨晚值夜的人找来。是。元芳，你来看看。大人，是铁锤一类的凶器，凶手不会武功，但却是天生神力，这一点从他的发力能够看出来。他定是藏在死者背后，高高举起铁锤，死者回过头，凶手抡动铁锤，重重地砸了下去。不错，看屋中的位置，应该是这样。如此看来，凶手不是习武之人，更不是专职杀手，否则绝不会使用如此笨重的武器，更不会发出这样的着力。您知道，头部是人身体最坚硬的部分，专职杀手杀人绝不会选择头部。不错，而且凶手所用的武器沉重无比，据我估计至少有70-80斤。凶手定然是用尽全力，狠狠地砸了下去，这才致使死者的后脑深深凹陷。以此推断，凶手定是力大无穷，否则不要说用70-80斤重的凶器杀人，就是举起来都很困难。先生，先生，昨夜值夜的店小二已经找到了，走去看看。请。要实话实说，听到了吗？是。昨晚是你在值夜？是小人。店门是何时关闭的亥时左右关闭。那死者是何时回店的呢？大约子时左右，是小人给他开的门。在这之前还有什么人来过？大约虚13刻，有个身穿黑斗篷的人来到店中，
说是要见这位葛先生。哦，黄文月被杀之前，管城也曾说过，看到一个身穿黑斗篷的人前来找他。哦，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？他身穿的斗篷风貌很长，看不清脸。小人告诉他葛先生没在，可他不相信。小人也没办法，只能带他上楼去看。房门锁着，他这才离开了。你是说他离开了？正是。你刚刚说死者是子时左右回来的？是，大约子时2刻吧。他回来之后，你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吗？没有。好了，你去吧。是。昨天夜里，葛斌回到房中之后，凶手早已在屋内等候了。啊？可是先生，刚刚店小二说，那个穿黑斗篷的人离开了。应该说，凶手不是一个人。啊？什么？我想，事情应该是这样。呀，客官，您是住店还是找人？从江州来的葛先生住在哪个房间？天字第1号。葛先生现在不在啊。胡说！真的不在。除非我亲眼看见，否则你便是欺骗于我。好，我带您去他的房间，您跟我来。您看，他是不是不在？先生慢走。凶手演了这样一出双簧，使自己安然潜入了葛斌的房间，无懈可击。应该说，这是唯一一种解释。事情原来是这样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葛斌回到自己的房中，点燃桌上的风灯。这时候，黑斗篷从身后出现，以铁锤重击他的后脑，致其死命。先生，可是葛斌为什么要到武平来呢？当然是与黄文月之死有关，而且我敢断言，他一定是来找薛青林的。可是先生说黄文月与薛青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这一点可以肯定。可葛斌却不同，他并不认识薛青林啊。温开呀，结论不要下得太早。我可以这样告诉你，如果说黄文月之死是本案的开始，那么葛斌的死绝不意味着本案的结束。永忠啊，先生，你马上将县内的捕快撒出，遍查全城各家客栈、饭店，只要查到薛青林和葛斌的消息，马上回报。是。文开，在。你立刻命人回到江州，取来20年前所有的官档和集史，我想从那里面会找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。是。您放心，他已完全落入了我们的掌握之中。非常好，只待您一声令下就动手。对了，侯爷，给洛阳梁王的书信已派人发出，想不日即有回报。好。姓狄的那边有什么动静？监视的弟兄们说，昨夜林永忠引着一个人到狄府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林永忠回到县里，那个人就留在姓狄的家中。那锦娘呢？没有看见他出来。锦娘的事要尽快解决，否则大事不妙。张毅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什么预感？
现在还说不好，只是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呢。哎，对了，昨夜吩咐你的那件事准备的怎么样了？请侯爷放心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。好，看来我们很快便知分晓了。去吧。昨天夜里又到哪儿风流快活去了？哎呀，来了几个朋友，大家聊一聊。才怪！真的不骗你。那个锦娘怎么样了？跑了。猪年打雁，却让雁给捉了眼。想不到你这个风流薛小猴也会被女人玩弄于掌骨之间。看看你对他那么好，谁想到最后还是跑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啊。来，哎呀，小云呐，还是你好。从今以后，我就只有你一个女人啊。算了吧，嘴不对心，也就是哄我高兴罢了。你薛青林要是没有女人，就不是你了。哎呀，我答应你，从今以后，不管有多少女人，你永远是第一。行了吧，净说好听的。你呀，也就是骗我一笑，不把我扔了，我就知足了。你看，侯爷，啊，侯爷，冯万春、张显耿和吴顺3位先生求见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